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当然，欢迎大家多多的发表您的看法。好，来欢迎今天的4位来宾。首先是淡江大学日本政经研究硕士班教授蔡喜勋老师。大家好，我是蔡喜勋。另外，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延廷将军。何荣好，大家好。还有军事战略专家邱世清老师。何荣好，大家好。另外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邱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好，欢迎4位老师。首先带着观众朋友来看的一张图，这个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啊，就是呢台下的军官星星们的排排坐，在左边右边这个演讲的呢就是美国的战争部长赫格塞斯。那这个礼拜呢，大家都知道呢，他把全球各地的高阶指挥官、高阶将领呢全部拉回了美国。那排排坐在听什么呢？听训。他说呢，美国的军队实在是必须要加强自己的实力啊。但是呢，这张图特别也是网友在揶揄赫格塞斯的。为什么？他们说，如果军官们像是赫格塞斯一样，在 Signal 的聊天室里面聊战争计划的话，恐怕就会被军法论处哈。但是唯一的例外就是赫格塞斯。好，那在这个会议之后呢，也有一位4星上将，他说，既然这个川普也好，或是赫格塞斯也好呢，在这个会议谈当中呢，告诉大家说，如果不满意现在整个美国政府对军事方面，就是军方的一些决定的话呢，大可以自请离职。果然就有上将离职了。好，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聊的哈，因为今天一开始要告诉大家是军事方面，美国现在非常的担忧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啊。那特别是《纽约时报》他们就报道说，根据就是美国战争部的估计，中国大陆火箭军在4年之内，他们的飞弹库存量增加了50%，达到了大约有3500枚。而解放军的航母，我们也知道福建舰，那在日前完成了包括歼15T、歼35，还有空警600、3型舰载机的弹射，还有着陆的训练。未来呢，大家也在看的一件事情，是不是西太平洋会成为美中对决的场域？好，在2022年，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呢，美国海军一架 P8A 啊，这个海神式的海上巡逻机，在东海进行异常的抵近侦察行动，在长江口的外海高强度的活动，它当时呢侦搜的目标被认为是当时要新下水的福建舰。那么央视在2025年呢，这个国防军事频道利剑也首次公布了，当时呢歼16驱离了这架 P8A 海上巡逻机的画面。首先要问的，因为很担心的就是中美双方在空中也好，海上也好，会擦枪走火。那如果是真的在空中遭遇的话，请教将军，这个空军出身哈，这个有没有什么 SOP 啊？因为在空中的话，我们要他们要去做一个拦截驱离。原来说刚开始是广播驱离，但是等到抵近的时候，他就要做一个强势驱离了。强势驱离啊，我们知道在2001年的时候的4月1号，在南海的那个擦撞事件，美国的EP3跟中国大陆王伟少校所驾的歼8 2型，那歼8甲型是它的进气口在中间，但是歼8乙型的啊，它进气口在2侧。在南海空中擦撞，王伟有弹射跳伞，但是找不到了，汪洋大海。那美国的呢，它整个的雷达撞掉，还有这个我们讲左机身的蒙皮撞掉，还有它的1号发动机最左边的1号发动机，然后靠内侧的是2号发动机，3号、4号，那这样刚好迫降，因为它整个气动力改变了，那王伟找不到了，所以造成很紧张的事件，迫降在这个南海的水林机场，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事情曾经发生过。这是24年前的事情。后来经过一个我们讲的是4月10号把这个机组，他们多少EP3有24个人，这个扣押1个礼拜。因为战机在空中的速度是非常的快，非常快。所以我刚刚特别问说 SOP 是说，因为在抵近侦察，那中方的战机是一定要进行警告跟驱离。对，所以它距离就很近。那距离近的话，大概只有3公尺。3公尺很近，人的那个动作都看得到。那个时候王伟有把这个氧气面罩摘下来，然后让他离开。动作完全可以看得到了，你就知道多近。但是我们在空中的动作很近，有时候很近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没有刹车，你是完全会有飞机是有惯性的，你这一惯性的完全撞到。那今天美国的 P8A
海神式的反潜侦察机在飞，对，它大概速度是800公里，那个中国大陆的歼16，它的速度拦截速度大概1100公里，你要去拦截嘛，它平常巡航速度是900公里，你大概要加100公里以上，因为你要去追它。如果在发生了之前您提到这个擦撞的意外，我们说真的是因为一定是意外嘛，对意外。那接下来中美双方这两军之间的这种，比如说怎么样去交涉？对，那它处理程序是对，就变成这个状况。因为第一个，马上第一件事情先启动搜救计划，因为可能有人跳伞了，飞机有人坠海了，一坠海，第一件事情赶快去搜救，海空联合搜救，是海上要出动，空中也要出动，中国大陆要出动，美军也要出动，因为各救各的，那各救各的，所以我们讲了是擦撞还是相撞，一相撞两个都掉了海里面，那这样子大家要搜救，所以一搜救有大兵力。那空中，那这个时候要启动一个联合机制，要不然他们空中又相撞了，因为大家都在搜救，上面有这个战斗机做警戒，中间的时候有直升机，因为你海上搜救是直升机的事，它要吊挂，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还有海面的军舰也要过去，那这样的哇，就两个变成海上不起遭遇就来了。这可以想见了，救人第一啊！对，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是美国这边的战机，如果真的发生了擦撞的时候，万一落海，这个飞行员的生命是最宝贵的，要先救起来。不过接下来也要看到，就是说，因为其实我们想说，在西太平洋也好，包括台海、南海都有可能会发生。我们讲说，对两军这个战机啊，在空中遭遇，甚至包括呢航舰在水上遭遇的。万一擦枪走火怎么办？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哈最近也报道说，陆战队就宣布呢，无限期延长在日本冲绳的像是 MQ9无人机的部署。那因为要加强情报监视还有侦查的能力哈，这个缩写就是 ISR 啊。那么这些无人机呢，他们专门负责这些任务，可是呢不携带武器。主要就监控呢，包括像是日本南西诸岛周边的海域，另外还有东海跟南海的一些热点地区啊。那如果说在东海发生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军跟中方解放军这边的重大冲突，美军现在看起来他们的部署哈还是集中在包括提到说特别无限期延长这个无人机的部署计划。邱老师觉得哈，这个擦枪走火是大家都不愿意看见的，可是相关的部署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中方跟美方，特别是美方，它背后的一个思考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因为美国第7舰队的评估就在印太的方向，还是因为你必须要保持高度警戒，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你下一场的冲突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生。那有可能是因为类似像刚刚举的这样的例子，就是可能在海上的侦查搜索，甚至在拦截的过程里面擦枪走火，对，或者是海面的舰艇在互相借互警戒的情况底下，可能就跟菲律宾南海发生这样的情况撞在一起。那这些东西其实，所有的历史事件通常都是由小小的意外事件引起。比如如果我们回想1967年，美国海军跟那时候北越在东京湾发生的事情，那可能一些原本不是蓄意，或我们甚至不认为它是一个刻意的行为，但是因为这些意外有可能会导致巨大的变化。那通常海军部署兵力其实本身就必须要应对像这样子的突然来的改变。那刚刚何荣讲就是 MQ9，这也是因为解放军的海上的力量越来越强大，你想要再透过过往 P8A 或者其他有人机对中国大陆沿海地区执行抵近侦察的风险越来越高，所以他们现在决定使用就无人机，对，用无人机来做。那这个无人机其实在做侦察搜索的时候，美军其实还是有特别的顾虑，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专家会讲说，日本部署 MQ9，其实不是，这些在日本部署的 MQ9，目前仍然都是由美军在操作，并不是由日本自卫队操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美国在印太方向总共有5艘航母，那扣掉斯坦尼斯号现在入港维修嘛，那可动用一般规划的兵力就是有4艘航母，但其中雷根号是常驻在横须贺，是那其他的3艘，因为可能会支援全球其他的任务，但是主要还侧重在太平洋这个方向，对，所以我们可以想见，其实美国在预防印太这个部分。就跟解放军有可能因为擦枪走火，或者可能因为其他
其他政治事件或其他我们无法预测的事件，其实美军是做足准备的。而且现在像老师刚刚分析，就是说将军也提到了哈，传统上都是有人机，但现在先是派无人机，然后再有人机，这让我想到最近这个俄罗斯大批的无人机去测试这个北约的立场跟这个对于现在乌克兰战场的这边的态度哈。那所以呢，讲到说无人机也好，那现在进到有人机的部分就是8月7号，我们也看到了日本航空自卫队因为他们正式在九州新田原空军基地部署了第一批的3架 F-35B 那这个 F-35B 的战机呢是洛马开发的第5代多用途，而且号称是隐形战机。那跟其他的 F-35机型相比的话，这个 35B 呢，它具备了独特的短距起飞、垂降，还有包括呢这个刚刚特别提到它有隐身的这个功能。好，风传媒也整理报道说 ，F-35B 呢配合日本出云级的轻型航母这会是日本首次具备远海投射固定翼战机的能力，为的就是大幅要扩展他们防卫的范围。所以蔡老师从这个战略部署来规划，您看就是说日本在东海，特别是东海这一块的防卫 ，F-35B 它未来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配合出云号的。日本的话就完成了我们所说的航母这个字眼。过去的话，他们讲他们就出云号叫做多功能护卫舰，他们不讲是一个航母。可是虽然说它已经有类航母，那说对，现在都很强调是类什么可是它已经把 F-35B 本来是放在美国的军舰上，它有做一个训练，那现在已经放到出云号上面之后，它就是已经完成，代表他们已经转型，从一个叫做专属防卫变成反击能力，或是我们所说的敌基地攻击能力。而且我们看到它是放在东海，东海的话，事实上他们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东海、台海、南海，事实上一串的。这个一串的话，并不能够说只是从东海的角度去看，所以东海、台海、南海，它是一串的。而且的话，我们把他们的地图再往左边反过来90度，这是日本的自卫队一直用的一个概念。转过了90度的话，东海、台海、南海等于是把中国大陆的解放军往太平洋走的时候，把它堵住了。那他们的一个角色的话，也就会反映到美国的一个政策，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川普政策就是希望说日本你要多担当一点点。那多担当，日方的话，最近已经就是在今天已经选举完自民党的一个总裁，所以在选举之前，他可能一些政策会比较保守。那既然已经选完之后，他所谓的攻击能力，或是我们讲的反击能力的话，应该会持续的加强。这个等一下我们要特别进一步再聊因为要聊的是今天这个日本自民党总裁的选举不过这个这样听下来，其实日本还是会以防御为主嘛，不太可能会主动出击，用攻击的方式嘛。防御的话，他们一直强调一个概念，叫做抑制力，抑制战力发生。他们的担心呢，就是说中国大陆的人民解放军，它的力量已经大到我可以去打你，你没有办法反击我，所以他们希望达到一个平衡点，不是说我要对你怎样，而是说你要来打我的时候，我的力量已经大到说你没有办法来打我，而且你必须要付出相当的一个代价，让你不会挑起战事，所以意志力是他们要的一个概念。OK， 好，那所以其实，在印太这部分，我特别请教介大使因为我们刚刚讲说，原先我们都以为是在第一岛链从刚刚提到的东海，然后到台海，甚至是包括往南，就菲律宾那边的南海可是你可以看到是不是现在部署是美军现在很担心的是，万一在西太平洋这一块，跟中方这边在不管空中也好、海上也好，甚至水下也好的遭遇那我要问的其实就是说，这代表的一件事情，就是中方解放军的能力其实已经延伸出了第一岛链了。未来冲突的区域很有可能是不是就会突穿到整个第一岛链是在第二岛链之间？您怎么看？当然了，几率都越来越大不过比较会容易发生这个怎么讲呢？发生这些直接摩擦冲撞，还是在中国的沿海的海域因为到目前为止，美国跟他的一些盟友一直还在对中国大陆一些敏感的这些沿海的区域进行抵近侦察，是或者说是这个怎么样自由航行这些。那过去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冲撞，我记得早年也有这个美国的侦察机嘛，对不对？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去驱离的机擦撞以后，好像是 P3C 吧，是不是？好像是 EP3，结果迫降嘛，迫降，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已经等于说是有了军事的摩擦了。那双方就是说，当然很快就可以怎么讲呢？取得联系，
那会不会立刻升高？其实一般的情况不会立刻升高。对，基本上我想就是说，这么大的军事力量啊，双方如果说有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的话，那当然就是双方都会先要查明真相，然后希望用比较平和的方式来解决。那中国大陆跟美国方面就是说。双方都在避免因为接触的距离越来越近啊，能够避免造成意外的擦撞或怎样。所以事实上，美中两国事实上在海上、在空中，就是说啊，这个所谓的意外相遇，空中、水上意外相遇，两军这个的行为准则都有这样子的签。而且我刚刚从大使的分析当中，我听到一个重点就是中国大陆不会去想要把这个。就是发生冲突的这个范围延伸到第一岛链以外，是限缩在第一岛链内，主要还是以说区域拒止这样的一个概念来做一个他们的规划。讲到军事方面的相关，包括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擦枪走火的冲突其实。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呢，这个川普2.0以来啊，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进行了3次的通话。那当然呢，上次呢，双方是达成了 TikTok 的交易框架，我们都知道。而国防部长，特别在军事这一块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呢，从2019年以来到今天为止特别是在今年2025第一次缺席了香格里拉的对话。而刚才我们特别提到说，赫克塞斯就是美国的战争部长呢，特别这次呢，把所有的高阶将领全部召回了美国，然后呢，在台下全部都一起来听讲包括赫克塞斯在内，还有呢，也看到了川普他亲自到场，而且在一开始还讲了个冷笑话，说他可能是他有史以来参加过最安静的一场场合不过。大家听完了这个川普也好，或是赫克塞斯的在现场对于将领们的谈话，都觉得其实有非常不尊重军方将领的一个感觉。因为有一句话就说，如果大家觉得不满意我现在带的做法呢，大家可以自请离职，不开心你就走人。好，结果呢就有第一个提出要退役的将领了。来，我们来看，就是呢现任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的司令。他叫做布希耶4星上将 Thomas Bassir， 他宣布退休，这个就是他在社群上面他所公布的特别看4星上将然后呢他就说呢他要来申请离职，就是这一位，这一位他就说呢他要离职。那是我先请教一下，把这些星星们全部召回精神喊话，到底目的何在？基本上就要整顿军纪嘛，然后数位，然后把这个以后军方要扮演的角色的重点讲清楚。整顿军纪 Hexas 讲清楚你们都太肥胖了。然后你们这些过去凭借种族、凭借性别那些性劲、侥幸身上的身上这些将官呢，以后都不太可能了。那还有你们要要做各种的这种标准的训练。这些都是像 Hexas 讲清楚，然后升迁将来要靠什么？升迁将来要靠所谓的你的功绩，而不能靠所谓的什么觉醒运动的那些标准了。所以他是要整顿经济是非常清楚，当然也要肃威啦。他表示他对他这个想法是非常决绝的，因为 Hexas 讲话，事实上的话，最一开始的时候大概还有几个稿，后来全部是这个没有稿的这个等于说即席演讲，可见这些观念，不是他幕僚理的，是他深植他个人的脑海里面，他就要这样来整队军队。我想请教一下，如果这样子对军事将领讲话，我认为他有考量，就是说，第一个，他要大家臣服于赫克塞斯跟川普，就这么简单。你不高兴离开嘛？不让离开命令，就这样。对，你不高兴离开的话，就变成造成一个人事的流动。他离开了4星上将，多了4星上将。这个时候就是川普和赫克塞斯任用人的筹码就出来了。这是你自己离开，我没有强迫你离开，你就离开了，是不是？好，你没有离开的，通通效忠了我，就对了。因为你不愿意离开，那就听我的。你不要以为我赫克塞斯年轻才40多岁，他们都是这个我们讲到的战功彪炳了。有的人可能打过伊拉克战争，有人打过阿富汗战争，有人打过这个海湾战争，他们才升到这个4星上将啊。结果他们有的是有赫赫战功啊，
但是赫赫战功问题是他们的政党倾向，政治偏好、政党的支持度可能没有那么挺共和党。那他们今天就跟他讲，那你很简单嘛，你就挂冠求去嘛。所以这个我认为他是有一个就是说要站边选边的意思，有点政治正确，政治不正确那你就离开。所以拉回到我们刚刚有点这个样子，说如果真的在西太平洋发生了美中之间的这个军事冲突哈，当然这个军事之前必须要先透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啊。大使，他们到时候如果真的是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的话，可能会用什么样的外交机制来先处理呢？其实他们这个外交机制是算蛮绵密的哈。那军事之间的对话也都还维持非常绵密，它有既有的管道，就是说美国有时候会说我打电话你们都不接，可是问题就变成就是说不接也是一种态度啊，至少可以通嘛，通到他要接的话，对，但是他就会接，他不通就不通，因为事实上的话，美国的国防部长跟中国大陆国防部长，美国的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跟中国大陆这个中央军委会的副参谋长哈之间都有热线的，你像米利。我们讲这个川普1.0的米利，对，那个川普那时候美国政局不稳的米利连打2个电话给李作成嘛，好像是，然后跟他讲说，你们不要担心，我们不会主动对你们攻击，所以他要通话的时候都会通。那后来美国就是说，因为美中关系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呢？有一些中间发现问题的时候，中国大陆就把这个管道切断了。但是这个是在这个华府跟北京之间。两军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两军之间还有所谓的这个地区军长的联系的机制是，当然这个机制有的时候是就是说我们定期开会，双方人坐下来讨论，那他当然也有联络的机制，你要开会，你当然有联络的机制了。那另外两国元首之间也有通电话的机制啊。对，其实热线是必要的，不管是政治的或者是军事的，特别讲到军中的热线就是说，通热线，避免误判。那现在呢，《华尔街日报》也指出说，刚刚特别提到说，在西太平洋这边很担心的是，美中万一产生了严重的军事冲突，所以在海面上在海面下，其实现在看到在海军这部分呢，美国已经把大约60%的潜艇力量部署在印太地区，这是《华尔街日报》特别的报道。而且呢，放的位置呢，主要是在关岛、珍珠港还有美国西海岸是不是也在预做一些防御？那解放军呢，因为建立起非常强大的反介入还有区域拒止的能力透过飞弹，那所以呢，现在呢，想要进入到中国大陆距离2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最可靠的选项被认为是美国核潜艇。所以邱老师觉得，美国正在规划什么样的一个水下作战的剧本呢？基本上美国在印太这个方向一直都是它核潜艇，不管是攻击型还是战略核潜艇，一个很重要的活动的区域。我们不能讲部署区域，就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区域。那我们知道潜艇跟一般的水面舰艇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潜艇它可以利用海水天然的掩护的能力，所以它可以比其他的舰艇可以更安全的，然后更接近他想要探测或他想要观察，或甚至他想要攻击的目标。那美国的水下潜艇的力量其实一直持续在抵近对中国大陆沿岸，不管是港口还是主要的航道。然后我们知道潜艇，尤其核潜艇，它可以在一定的区域底下，它静止在那边很长一段时间。那这个是收集或者是侦测或者是探测，在解放军重要舰艇出海重要航道上面收集声纹，或者是收集解放军的活动，然后去判别它的活动周期，这是情报上非常重要的。那就去年还是前年吧，在南海地区，美国不是有一艘海狼级去撞到海底凸出来的？是。那我们就可以想见，这是已经出事的部分。但其实平常，解放军美军一直在解放军重要的港口，甚至在重要的演训，也许在福建舰海测的当下，如果解放军不执行清场的话，也许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都有水下的。水面下你要执行清场，对，水下也要执行清场。但如果解放军没有执行清场，美军的，就我们刚刚看，你飞机可以驱离，对不对？其实潜
解放军也是有在做驱离的动作。所以其实包括说空中很广，水面下更广哈。对。那我们来看哈，在画面右边哈，这位是日本前海上自卫队的潜水舰队司令官哈，他叫做石野一树啊。他就预估，他说呢，2035年中国大陆的潜艇数量大概会从现在大约65艘提高到80艘的编制。可是呢，美军在太平洋部署的潜舰可能会降到30艘以下。就算加上日本、澳洲、英国、台湾，要达到70艘是勉强可以跟中国大陆来抗衡啊。所以呢，整个战略呢，核潜舰就是美方的核潜舰是负责战略核贺组啊，临近中国大陆的本土，甚至必要的时候呢，会对中国大陆本土来进行打击。将军怎么看？这个核子动力，原则上核子动力攻击潜舰，核子动力，美国有18艘的核子动力飞弹潜舰，那这个不能说是核打击的，那其他的全部是攻击潜舰。攻击潜舰，美国总共目前是49艘，那49艘要加上英国跟澳大利亚，我认为英国太远了，你要绕来绕去啊，将近航程2万公里，是不是要陪一艘，旁边一定要有一艘潜艇救难舰跟潜艇补给舰，所以还是要很容易抓到它。对，它有一艘潜艇补给舰在旁边航行，大概在它的半径是500公里之内，有事情随时都要有一些应援。那澳大利亚距离这边8000公里，也要有时候潜艇补给舰跟潜艇救难舰，很容易被掌握目标，所以我认为这两个要暂时排除，太远了。另外一个潜舰属于战略打击部队，它是很隐秘，所以上要连通管制、统一指挥是很困难的，因为为什么？它不要泄密，那是我们就要看美国了。那美国这49艘，60%放在，也就是30艘放在我们叫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还有就是东太平洋，对，就是我们讲的夏威夷跟它的圣地亚哥，还有加州的母港，大概是这样。那真正能放在这边的，顶多20艘攻击潜舰，那加上目前日本24艘，你包含新潮级加上苍龙级，还有大金级，金鱼的金，大金级，总共日本目前的潜舰总共加起来应该是24艘，这20艘里面包含2艘的训练舰，对，就是潜舰训练舰，所以加起来大概就保持40艘。所以现在在谈的是说一个潜舰的数量不足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石野一树这位前司令官他特别点到，就算我们大家都加起来，还是不如中国大陆的数量来得多。所以蔡老师啊，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潜舰啊，未来在刚刚提到，万一真的在海面下如果遭遇的话，那现在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啊？他们会是自行决定战略呢，还是一切听从美国的指挥？10月1日的时候，在7月有请他来帮我演讲，也做一些采访，所以他一些基本概念，也就是说，现在水面上面的不管是飞弹啊，不管是飞机啊，或者是那个战舰，大家都非常的强。那决定的话会变成在水面以下，但是水面的话必须要做一个区隔，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活动范围。那这个活动范围怎么去一个做整理的话，是希望由美国去做一个整理协调。那协调的话，我们用它。因为他演讲的话有很多的 PPT， 所以我就抓2个比较经典的来给各位观众做解释。刚刚主持人所说的，日本他们要的是这个概念叫做抑制，也就是说抑制战事不要去发生，这是他们一直要的一个概念。可是这个概念的话，就会牵扯到台海、南海、东海，也就是日本他们负责的应该是在东海，台湾是负责台湾附近。然后澳洲的话，可能就是负责在我们看到的南海这一个附近。但是呢，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个力量，美国力量的话，它毕竟还是有限。那有限的话，它也去讲到一个面临的课题，也就虽然说日本的在传统动力的能力是非常的好，可是他有分析到了，不管是俄罗斯，不管是所谓的中国大陆的一个核动力潜舰，它那个噪音的降得现在已经非常的低。那非常低的话，它现在就变得没有说那么容易去抓到它的什么声纹啊，什么一个地方。所以它现在日方他们走的一个方向，第一个除了加强他们的数量之外，第二个他们可能会变成有核动力潜舰。他们发现了这个传统动力还不够，因为有核动力之后，它的范围自然就会增加，而且我们看到它在飞弹上面的话，也会去做垂直发射的一个整力，所以他们的概念就是，你有核动力，我也必须要一个核动力但是核动力这个概念在这1年之前，日本是有一种禁忌不能够去讨论，可是在最近他们已经提议，也就是我们将来就是要核动力，他们已经
差不多就走这个方向。就这样听起来，其实就是日本也希望能够提升嚇阻能力，对，然后呢，尽可能的避免冲突或战事的这个层级升级。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回到节目来关心中东现在的局势啊。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国总统川普呢，在日前他提出了对于中东问题啊，他说结束加沙战争呢有20点这个加沙和平计划啊，所以呢又看到他在社群发文呢，而且下了最后通牒，他说必须在华府时间星期天10月5号傍晚前，哈马斯呢必须和以色列达成协议。如果没有达成这个最后机会的协议，那哈马斯就会看到前所未有像地狱般的后果。哈马斯呢，也在这个期限到期之前有了正面的回应。他们发布的最新声明说，他们愿意接受释放所有的人质来交换以色列释放巴勒斯坦囚犯，当然也愿意放弃加萨地区的治理权。可是呢，没有提到要不要解除武装这些棘手的问题啊。因为有听到他们讲啊，就是说解除武装有一个前提，就是以色列要放弃占领。所以现在还有变数，可是至少从释放人质这一点来看大使觉得是不是算是一大进展呢？你怎么看后面？对这个哈马斯来讲，它是一个重大的让步，对。可是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它还是没有任何正面的回应，因为就在哈马斯宣布说，我们现在愿意释放所有的人质啊，包括这个活的跟死的这些通通释放，希望开始来商讨如何来处理这个善后。对，这个已经是对川普这个20点声明里面最重要一点，而且很正面的回应了，很正面的。可是据媒体报道，哈马斯提出这个回应以后以色列继续在轰炸加萨斯，没有停，还继续轰炸。那接着就是说，以色列现在在拦截，尤其欧洲国家的这些人道救援船队。要把这个人道物资送到这个加沙走廊里面，以色列还在继续拦截。对，所以以色列的做法是没有改变。所以现在川普已经提出呼吁了因为这个20点其实最主要的核心这几点都对，尤其人质的部分那是以色列现在目前对加沙发动各种攻击里面的它最重要的一个道德支撑。它本来就没有道德性，可是他一天到晚就说你人质不放我就继续打。那些人家要放人质，他还继续打，已经照着你的要求去做了。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现在就大家的注意力就放在以色列。你到底你只是虚晃一招，还是你是因为为人质而打这个哈马斯，还有这些加沙走廊，还是你根本就想消灭掉这些在加沙走廊的这些巴勒斯坦难民？所以现在就看以色列。所以大概就这1-2天看一下，因为川普也提出呼吁，他们说我现在呼吁你以色列，你现在停止所有的军事行动，尤其不要轰炸这个加沙地区了。那就看以色列了。如果以色列还继续做的话，继续动武的话，对，那就看川普会怎么处理了。而且你看现在就是，如果人质真的全部都放了，就还是像大使讲的，以色列继续打，那就是很不给川普面子嘛。所以现在《卫报》也认为说呢，其实这是川普第一次要求以色列停止轰炸加萨，也是呢这个战争呢开打将近2年以来以色列跟哈马斯呢最接近结束战争的时刻。川普是唯一能够逼使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同意停火的国际领袖。但现在真的，我们刚刚讲说这个是变数还是有这个当然也有一些分析是说，其实这次呢，纳坦雅胡去炸卡达呢，等于把他逼到了一个，就是他自己也有压力，因为呢，川普后来就提出了这20点出来所以自己也是挖了一个坑，自己往里面去跳。但是这个压力来了，你不得不去面对。可是像大使讲的，接下来那人质放了以后，你是不是又要照着你先前的约定去把这个战事能够尽快的结束？9月份其实针对卡达这个轰炸事件那特别是锁定巴勒斯坦的伊斯兰组织，就是哈马斯的这个领导高层，说是为了要把他们歼灭才发动了轰炸行动。可是呢，就让大家觉得，就是卡达是美国一向以来是跟卡达算是等于美国在罩卡达的那现在随着这个川普的20点以哈和平方案的出现，将军觉得先前炸掉卡达，虽然纳坦雅胡有道歉，可是这个节就过了吗？您觉得？我认为卡达这个方面应该会暂时缓和，因为呢，毕竟卡达有美军的驻军，就得看美国。而且纳坦雅胡也道歉了，他是在这一方面，
以色列不想树那么多的敌人，他现在要面对的，我认为是3个。第一个，也门的胡塞组织，因为也门胡塞组织对挂以色列国旗通过红海，他会攻击。那攻击之后，以色列要报复，以色列会对也门的胡塞组织报复。对，因为他们隔了一个红海啊，南北相隔将近2000公里，那以色列都是派战机过去轰炸，炸完之后，顺着红海就飞到这个以色列的国境之内了。我认为这是第一个，他会是去处理的。第二个，我认为是对伊朗，伊朗的核武的研究、核设施，慢慢随着时间会恢复。那恢复提炼之后，以色列什么时候要下手，没人知道。对，会随着，因为伊朗一直想要有核武，而且现在伊朗经过俄罗斯的这一方面的帮忙，他会有了钱之后，他会向中国大陆买我们讲地对空的导弹，跟我们讲歼击机，尤其是歼十战机。那伊朗的空军，它的空防的能力会加强。那以色列会不会说，趁它还没有完成壮大之前，做一次摧毁，或者是做一个渗透性的攻击，让它的空军的战力不要那么快速的成长跟恢复？就不排除不排除。我认为这样，因为以色列是最忌讳中东还会有第2个拥有核武的国家，除了以色列之外。不过现在看到伊朗也是可能的是伊朗。对啊，伊朗现在也是很硬啊。对，是很硬的，就是不放弃啊。所以我认为它是第2目标，因为毕竟伊朗跟以色列距离将近2000公里。你如果最近跟最近的话，那也要1600公里。那但是对以色列来看，有空中加油机，它不怕。那而且伊朗在这方空防是比较弱。第3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我认为埃及要稍微小心一点，因为以色列去炸这个加萨走廊，这个我们巴勒斯坦人，但是他们有难民要想去西奈半岛走。对，而且这个加萨走廊是以色列跟埃及的缓冲区，那现在没有缓冲区了，而且埃及把这个重兵搬到西奈半岛了。那当初的时候，以色列归还西奈半岛就有讲，不能在西奈半岛驻军，但是埃及有理由，你现在加萨走廊我要挡那些难民过来啊，所以我驻军要过去啊。那现在那加萨走廊结束了，埃及不撤军，那看以色列要不要动。所以这个将军点出了埃及、伊朗跟也门啊，这3个是接下来要小心的哈。中东的冲突其实千百年来啊，这个恩恩怨怨实在解不了哈。虽然现在大家看到唯一在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是2国方案啊，邱老师怎么看？那接下来如果真的很顺利，就讲说哈马斯也愿意释放人质，那接下来看以色列怎么做了，那这个后面要怎么样研判呢？我觉得最起码在最近的这段时间，就是以色列当然没有办法，因为它军事部署在外面。那即便双方都已经达成协议，在协议签订之前，以色列攻击的强度应该会慢慢的降下来。而且如果根据协议，以色列不能拥有加萨的治理权，而加萨会成立一个中立的政府来管理，而哈马斯现在大家唯一的争论就是哈马斯会不会在这里面，或者是用另外一个形式在这个后面成立的。但是用另外一个形式，对，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色列已经答应，就是他不直接控制加萨这个区域。那无论如何，就是这场已经从阿萨克洪水开始以来的冲突，我想会慢慢的，会比较降温，但是其他的部分会再升温。最近这2天，大家如果有特别关注国际军事的消息的话，应该可以特别注意到，伊朗最近这2天放出了非常多军事宣传的影片，包含他们在跟以色列12日战争的期间，伊朗的某一处飞弹城。那我们知道，在这12日战争期间，其实伊朗的地下飞弹城是支持伊朗报复以色列攻击很重要的目标，很重要的力量。再来就是伊朗方面也流出非常多的消息，就是伊朗已经在重新考虑要如何跟俄罗斯或者是跟中国这个方面来补强伊朗的防空的能力。那这是第2个讯号。第3个讯号是我们大家特别注意，叙利亚的政府更替了以后，叙利亚现在的新的参谋总长现在正在俄罗斯访问。那他到俄罗斯，他特别指定要看 S-400防空系统。那就假设叙利亚，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要攻击伊朗最重要的一个区域就是叙利亚。如果叙利亚一旦有自己的防空能力，以色列能不能像现在这个过去攻击伊朗这么方便的过去，可能
会另外一种不同的情况。所以加沙的部分可能会慢慢的降温，但是以色列跟其他，比如说周边的这些，对，跟多哈，所以导致为什么最近伊朗的形势又开始往上走？有可能就是因为以色列攻击多哈的关系，就是变成在中东地区国家，大家终于想清楚了，不管是你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但是有一个国家敢揍我们两派，所以。因为以前对于这些周边国家来讲说，好像这个被以色列是打好玩的，但是现在以后要增强自己可以抗打的能力哈。那这次联合国大会大家也看到，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两国方案，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可是呢，五常当中呢，只有美国是反对的。好，所以呢，现在呢，在这个大家纷纷表态之后呢，有一个国家的态度，就日本哈，日本首相石破茂呢，大家记得的话，在联合国大会上面啊，他也表达。他说，日本承认巴勒斯坦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啊。他强烈谴责以色列地面攻击巴勒斯坦自治区啊，这个加萨走廊，而且呢，再次的出现了阻碍实现两国方案的举动。那大家都会觉得说，哇，日本也是非常的关注啊这个加萨地区的局势啊。不过因为国际其实很现实啊，大家在想说，会不会后面还有其他的盘算？就日本有没有可能是透过这样的表态来作为跟美国谈经贸的筹码？也有一说是这样，老师觉得呢？应该不是，因为日方基本上是从人道去做分析的，因为我们知道了，加萨走廊这个小小地方人口大概200多万人，他已经死掉6万多人了，6万5千，6万多人，对，而且还持续的增加。那你叫这些人说啊，你怎么从南部朝那北部，北部朝南部，然后我要炸这，你就要搬去那里，那很不人道。以色列以前一直讲说，他们以前被什么大屠杀，那日方他们认为啊，你现在。你不是做同样的事情对加沙走了，那些人跑去了，所以日方他们应该不是从经济去分析，那日方为什么不在这一次联合国大会上表态呢？您觉得？那表态的话，他觉得说，即使是表态的话，他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的一个恩怨，他希望从人道去解决，那种人能可以进去，让他们这些人能够活下来，所以他还是希望先解决人道的问题，因为这些人现在已经没饭吃、没水喝了，那你又要在那边纳塔雅胡。你讲那些好像他们没办法，日方没办法接受，那当然有他的讲法，所以我才说很现实啊，就是说日本这样的表态哈，如果他这次就直接表态说我们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他也得想美国会怎么想。马上回来，欢迎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今天在日本最大的事情啊，就是自民党总裁的选举啊。那经过了2轮非常激烈的竞争。在第一轮的时候看到了，包括高市早苗，还有呢这个小泉进次郎，以及呢林芳正3个人，最后呢是2个这个稍微高票的进到了第2轮。在第2轮呢，最后的结果出来了，就是高市早苗击败了小泉进次郎，他当选了日本自民党的总裁，也就是日本自民党的党主席啊。我们来看一下高市早苗哈，他其实在政界的资历非常深厚。那等一下要特别请教蔡老师啊，因为您了解日本的政坛。那么高市早苗当选过10次的众议员哈，这个10连霸不容易啊。学历呢，他其实是学商的哈，主修经营数学。那曾经担任过美国联邦国会研究员啊，在这个金融跟商业领域经历哇也是非常的丰富，曾经当过总务大臣。好，那他的座右铭是什么呢？高远的志向，宽广的眼界，深厚的心灵。他尊敬的包括有松下幸之助，还有呢就是英国的前首相柴契尔夫人，也是一位女首相。那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现在大家都在看高市早苗，真的渴望或是有望成为日本有史以来第1位女首相。高市早苗这次不管在第1轮跟第2轮其实都竞争得非常的激烈哈。她胜出的原因，老师怎么看？保守这2个字，保守。我们从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在7月20日的时候，就讨论过，她会变成第1个女首相。这是我们7月20号的讨论，就预测，而且我们看到我们节目是把高市早苗摆第1个，小泉摆第2个，所以我们节目的话预测在7月20号是对的。那您之前也觉得他有可能就是会赢得这一次的？应该是会，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分析过了。在这一次的参议院选举里面，为什么那个自民党会输得这么惨？因为他们从右边跑到左边，
石破茂的话，他是比较偏左边，所以他们要摆回到右边，也就是像参政党这一方面的。而且我们知道高市早苗他是走安倍派，虽然他不是属于安倍派，可是是安倍派支持的人，所以你会发现他后面有一堆的安倍派。但是高市早苗在这个竞选过程里面，他会有一个担心点的，人家会认为他太右边，这个就是他去年掉下来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你太右边，我们会讲到极右，所以他在选到差不多后半段的时候，他会讲我不是稳健保守。那这稳健保守的话，我们就从今天的开票的一个结果来看，就会很清楚。就是第一轮里面会选出高市早苗跟小泉这两个人。本来林芳正可能会追上了，但是基本上他还是没有。日本的选举方式是第一轮如果没有过半，就必须进入到第二轮选最高票的那一个。那第二轮就会看到我们47这个地方的话是我们所谓的都道府县，他还是得到最多的。所以高市早苗在应该说自民党里面，他还是受到支持。那为什么受到支持率？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字。保守，那保守的话不能够过度的一个保守。那为什么会小泉又掉下去？他就比较还是比较偏年轻一点。第一轮我记得是小泉对这个赢了嘛，第一轮的话但是都没有过半数，所以呢，他们这两个人就进到第二轮，就是进入到第二轮。所以保守的话是高市早苗，他一定很赢的一个人，而且我们会看到他是对外国人的政策。我们看到他在选举的时候，他会讲到因为他老家是在奈良，奈良的话有那个鹿的话是省的使者，他就会说，哎呦，你们这些外国人来我们奈良，我来踢我们的鹿啦，我们不高兴啦，然后你们这些外国人来我们这边买土地啦、炒房啦，这个所以外国人的政策他也是讲得非常的一个白。所以老师刚刚特别提到说高市胜出是保守，所以相对比较起来的话，小林是偏经济，他的那个光谱上面是比较偏激进一点。是这样他也就是会怕人家会担心的，这个高市早苗是过度的那个右边的，所以他选到后半的时候，他希望把它拉回来。拉回来的话，让国会议员能够说，你不是太右边，让我们一个过度的紧张，就像去年一样，我们过度紧张，所以他很胜利的一个。老师，那我请教，我继续请教，就是说，如果高市早苗他想要进一步的坐上首相的大位的话，他在对内特别刚刚提到，其实日本的政党，你必须要联合其他的政党，你才有办法去当首相嘛。其实跟石破茂的处境是类似的哈。你觉得他的挑战在哪里？预计的话，在差不多14号或是15号的话，他们会开临时国会了，现在还没有敲出来。那临时国会的话，他们会举行一个东西叫做首相指名选举，不是首相选举哦。所以我们听起来会很快，因为是国会指名他。选完之后，大概差不多傍晚的时候，他们就会去皇居见天皇，所以天皇会对他任命，他一定会讲：我任命你为首相，你才能够变为首相。对，所以一定是天皇任命的。但是在这次里面，虽然说他们是少数的在野党，执政党，少数执政党的话，他们还是一样，就是国会要过半，选第一轮的时候要过半。但是现阶段的话，我们看到执政党就是自民党加国民党一定会写。高市早苗，那是14到15号的话，其他在野党会写自己的一个名字，那就会选到第二轮。第二轮的话，因为就会变成所谓的多数，那他执政之后，所以他应该是差不多到大致就确定是首相。他毕竟是少数嘛，少数有一些政策你还是要找在野党去合作，所以他们现在所有人5个人在竞选里面都一直强调，我们会跟在野党联合执政。所以现在执政的话，挑出来大概就是那个维新党或是国民民主党，可是到底就看怎么样合纵联合了。对，其实高市早苗现在胜选当然开心，不过开心大概只有1天哈，因为接下来。其实当日本首相压力不小哈，因为你对外还得处理包括像日美的关税这个经贸的谈判，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说到了高市早苗他的对外挑战啊，因为他是刚刚提到右派典型的政治人物啊，所以像是参拜靖国神社啦，还有像是美日安保哈，他的立场都非常的硬啊，所以接下来对外他要怎么样处理对中跟对美的关系？大使您怎么看？我想日本是没有条件同时对中对美都采取强硬立场的。所以他一定是两个他必须要选择一个是他的这个比较必须要怎么讲配合比较多的，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上来的话，中国大陆一定也对他是这个严阵以待。不管将来未来在所谓的自卫队扮演的角色上面日本自卫队还有他这种参拜靖国神社，还有一些对于台湾问题的立场上。
我觉得跟中国大陆会有很大的冲突存在。那所以在安全事务上，我觉得中国大陆跟高市早苗之间啊，可以预见会有很多的摩擦。那在这个就是说，安全问题上有很多摩擦的哈。那经贸议题上合作的机会哈，合作的空间也会变小很多。所以我觉得它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绝对会比现在的这个石破茂会糟很多哦，不是一点。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对美国的话，即使他在安保的问题上他是强硬的，他也是日本的这些所谓的这些日本国家这些独立主权的代表。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紧张过程，他对美国可能还会做出比较多的让步啊。那当然在安全上面的话，他是要继续高歌猛进啊，就是把日本再武装啊，日本的军队尤其自卫队的海外的这个投射能力啊。还有它的本身的这些所谓的军事预算啊，还有它的这个装备的提升啊，我想它会更进一步。可是呢，就是变成就是说，经贸的部分呢，它既然在经济上、在军事上，它要往这个方面走，它在经贸上它就没有办法对美国太硬。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基本上的话，它跟美国关系是有比较多的妥协的地方。那么主要原因就是说，日本没有办法同时得罪2个世界强国，对，所以他真的是左右为难。所以讲到安保这个部分将军，您觉得就是说，当然日本还是必须拉回到他自己的自身利益来思考。可是呢，就刚刚提到夹在中美2强之间，确实很为难。所以怎么看在高市未来成为首相以后，他主政以后日本怎么样站在自身利益去考量在地缘军事战略上面他们的立场？我认为在地缘战略上面，它会有3个考量，它会强化以美抗中的路线。那有3个指标。第一个，我认为它这高市早苗会增加日本的国防预算。日本国防预算之后，它会向美国买更多的武器，这样也合乎美国的要求。第二件事情，它会跟域外的国家，包含加拿大、包含澳大利亚、包含印度，甚至包含英国、法国，还有包括菲律宾这些国家，他来邀请他们来参加联合演习。欢迎他们到日本这些第1岛链或者到第2岛链也演习，这个方面它会增加，我判断。第3个，我认为它会加强日本自己的国防武器自主的研发，因为日本在这一方面的军工企业也是蛮有科技的水平在里面。是。那我们现在拉回我们的台湾，我认为高市早苗他会对红色地带的测试。这红色怎么样做3个？第一个，扩大跟台湾的情报交流，以前本来就有，现在扩大。第2个呢，他会跟日本的自卫队呢，他有些军演习的呢，邀请台湾的观摩团来，你成立来5个8个来观摩，看我的日本自卫队怎么演习，他可能会这样做，来做测试。那第3个，最后一个，我就认为他会每一年日本都有台风，他的海上自卫队也好，海上保安厅也好，他会防台，他不是港内防台，他跑动机动出来，吹北边再往。